嗨，大家好，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北京中日医院肖飞出轨事件可以说是一颗丢进了中国舆论池塘的深水炸弹，不仅炸出了肖飞主任混乱的男女关系，还牵扯出了晾晒以麻醉患者40分钟的惊恐，让协和4+4培训模式陷入了争议的漩涡，更炸出了让老百姓震惊的医疗圈的全游江湖。本事件的配角神秘天才女子董习莹，又是如何利用了有极高信息壁垒的信息差，走完了让普通人家的优秀的孩子也望尘莫及的人生捷径，又凭着一己之力搅动着教育公平、就业压力、阶层固化、学术腐败、婚恋关系、医患矛盾等6种当今在中国社会最能刺激老百姓的敏感话题。在整个事件当中，他妥妥地站到了C位，而且是自带聚光灯。方竹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先说瓜，然后再说一波波的瓜效应。事件男主肖飞，北大医学博士，中日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曾获国际学术奖项，临床技术备受认可。女主谷萧雅是男主肖飞的原配妻子，北大医学博士，北京某3甲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两个人曾经是北京医圈金童玉女的组合。涉事第三者之一，护士长石玉慧从2019年起与肖飞保持婚外情，2次怀孕流产，骚扰原配至2024年。涉事第三者之二，规培医生董习莹小姐2024年介入肖飞的婚姻，凭借强大的家庭背景，通过了协和4+4培养项目入行。肖飞为她违规留科，并计划非婚生子。关键事件节点：2019年10月，肖飞妻子谷女士无意看到肖飞与医院胸外科护士长石玉慧的聊天记录。谷女士根据2个人的聊天记录确认，2个人从2019年2月开始便在一起。当年3月和6月，石护士长先后2次为肖飞怀孕，并先后流产，相关记录都可以在他们的医院查得到。而石护士长也是有家庭和子女之人。谷女士发现2个人的关系后，肖飞回家认错。谷女士看在孩子和家庭的份上，选择原谅了肖飞，希望他可以回归家庭。原以为就这样，肖飞从此不再与石玉慧再联系。可是到了2020年的5月，肖飞妻子接到了石玉慧丈夫的联系，才知道他们还在藕断丝连中。在两边家庭的介入下，肖飞写下了保证书，但是之后依然和石玉慧保持着继续的缠缠绵绵。如果此时说2个人的关系还没有影响到工作，可能这只限于私德的问题。即便是这样，肖飞还是没有忠诚地守护着死心塌地的护士长。没多久就变心了，因为医院来了一个规培医生，叫董习莹，人年轻漂亮，身材好，据说家里很多金，而且背景很硬，一下子就让肖主任动了心。2个人很快坠入了爱河，一起经常出入酒店约会。就这样把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带到了事件的节点之2，那是在2024年，董小姐可能是爱得深切，多次对原配谷女士进行挑衅，还不惜借着怀孕用肚子里的孩子逼宫正室。肖大主任呢，也开始有了离婚的打算，带着董小姐和父母摊牌，离婚协议都想好了，就是房子女儿都归他自己，完全不把正室妻子的尊严放在眼里，可以说是无耻到无以复加。谷女士的一忍再忍，却让这些莺莺燕燕得寸进尺，让肖主任变本加厉。于是谷女士开始搜集证据，决定绝地反击。之后就有了今年4月18号，谷女士写给中日医院纪委领导长达9页的 PDF 近上万字的实名举报信。
将消费出轨的事情、过程、证据等都非常详细地列举出来。而且谷女士还表示，这些证据并非全部，如果院方愿意，她可以全部交给院方。那在网上公开的肖主任的情人呢，不止这2位，其他人呢不是重点，我们也在此略过。方竹只想说的是，一个人的私德没了底线时，他的公德又能好到哪里呢？因为私德和公德并不是不相交的2个平行线。人们注意到，在谷女士的举报信中提到，在2024年7月的一台肺癌根治手术中，肖飞竟然因为要维护在手术过程中操作有误的董小姐，与护士发生了争吵，随后带着情人董小姐丢下了已经麻醉的病人，离开了手术室长达40分钟之久。麻醉医生林楚眠在得知这一事件后，第一时间在网上发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肖飞这一行为简直是在犯罪。在这里呢，我们也心疼患者几分钟。同时，林楚眠医生还强调，肖飞的行为不仅仅祸害了手术台上的这一位病人，还严重地耽误了手术室里的其他人。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这台手术被卡住了，整个手术室的工作节奏被彻底打乱。后续呢，还有为了将董小姐留在本科室，肖飞还和别的医生打招呼，结果与坚持原则的医生发生了争吵，肖飞未能如愿。最后呢，还是董小姐自己亲自动用了关系才达到目的。也就是说，一个规培医生可以在医院里我行我素，横着走，那么谁是他的靠山呢？4月27号，中日医院做出了情况通报，那就是举报材料所反映的肖某个人问题基本属实，院方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肖某作出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解除聘用关系。事件就此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波又一波的瓜效应。在这个效应当中，董小姐凭着特殊的姿态，一下子就站到了 C 位。万能的网友们开始挖掘，内容实属震惊。董小姐的内科专业、骨科的导师、妇科的论文、胸外科的规培、泌尿科的就职，因此被网友们称为万科圣手。其中涉及到董小姐学历与家世背景、协和医院4+4项目的规则漏洞，以及医疗体系是否存在权力寻租等多重疑云，让网友们惊呼教育、医疗、就业的公平在哪里？网上说，董小姐的父亲是中野建研究院的总经理，母亲是北科大副院长。家族资源帮助他跳过了规培轮转制度，直接进入了全国顶尖的胸外科。更有网友深扒，因为协和4+4项目需要排名前100位的大学才有资格。董小姐从社区大学转入了哥大的巴纳德女子学院经济学专业，回国后转为学医。2019年通过选拔进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4+4临床医学的试点班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选拔非医学专业的学生进行8年的医学培养，跨度之大十分罕见。据说那一年只招收了他一个人。2021年，从医仅2年的董希莹即以实习医生的身份参与了荧光腔镜精准肺段手术，而且央媒还给予了报道。而进行这类的手术至少需要主治医师指称，这严重的违反了有关规定，这都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想一想是不是很可怕？4月29号，北京知网上董希莹的博士论文和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被下架了，但还是有人找到了他的博士论文。跨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在医疗影像分析中的研究，专业方向为影像学，但他的导师北京协和医院临床学院的邱桂兴院士是骨科专家。
论文全文61页，但正文疑似只有31页，引发了论文注水的质疑。而且这篇论文与2022年北京科技大学团队的专利，一种跨模态图像生成和检测方法及装置的内容高度雷同。更令人震惊的是，专利发明人中竟有一位是听障学生赵基怀，其余3个人呢都是北科大计算机系的老师。有意思的是，当时赵基怀的导师班晓军恰好是董习莹的姑姑。有朋友通过 DeepSeek 进行检测显示，两者文字重复率高达 20% 到 25%， 实验数据和创新结论甚至是逐字复制。而董习莹论文中却未提及任何的引用和致谢，网友们呼这就是拿来主义的天花板。有网友南刚说，社会顶层对下层的机会侵蚀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从董习莹的4+4学习生涯中，有众多医学大佬进行背书照顾、论文挂名、规培科室轮岗、打招呼等等，都可以看到董小姐父辈的影响力的广泛存在。平民韩子想要获得医学博士，起码要5+3+3，一共11年，而且还不能跨学科，要基础医学、预防医学、药学等相关专业。而4+4培训则直接开放所有专业，学外语的、经济学的、园林、音乐特长，什么专业都不限。这种本质就是0+4的培养，直接比普通人快了近3年，更不用说开后门缩短规培时间到1年。而这样在特殊通道入圈的特殊人才到底有多少？相信绝对不止董小姐一个。有句话是说，发现一只蟑螂，一定有一窝蟑螂。比如这位韩姓小姐，同样是4+4培养模式的受益者。据说韩小姐15岁便进入了多伦多大学求学，19岁就考入协和医学院，23岁顺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不仅如此，她毕业后还留校任教，同时自己创业当起了老板。这般履历着实让人惊叹不已。当年他刚入驻某短视频平台时，收获的全是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但讽刺的是，自打董小姐的事情曝光后，韩小姐迅速地注销了在该平台的账号，仿佛生怕被人发现什么。这一举动难免让人心生疑虑，难道这就是心虚的表现吗？有关像董小姐、韩小姐这样的例子，网友们还真的挖出了不少。事实上，这桩丑闻已经变成了一场有关医疗公平、升学、就业公平、学术诚信、患者安全等信任危机。肖飞被开除了，公众还等待一个有关董习莹的答案。医学规培制度是否沦为了人情往来的游戏场，或者是当初的设立也就是为了这个游戏而设立的呢？学术评价体系是否被特权腐蚀和垄断呢？患者的权益究竟有没有被医院放在首位呢？据知情人透露说，董小姐现在已经人在加拿大，据说是躲避舆论和待产。如果是这样，那医院在这场风波里是被动放人，还是主动护航？更重要的是，当个人争议遇上家庭背景带来的便利，公众对公平的期待该如何安放？或许陈丹青老师说的是对的，在这个时代，你想要成功，不能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必须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且要绝对的无耻。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就请点赞、订阅、转发方竹时间，这样呢就有机会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档节目。方竹感谢您所有的陪伴和支持，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见。